Hey everyone, this is Yun, and welcome to our year-end gratitude episode dedicated to all the amazing members and supporters who've shown love to this podcast on Buy Me a Coffee. Today, we are diving into something super fun and unique, 台湾棒球啦啦队文化, the baseball cheerleading culture in Taiwan. Before we jump in, a huge shout out to our 2024 VIP members, John and Thomas. You are like the ultimate cheerleaders for this podcast. 谢谢你们. Let's get started. 2024年11月24日对台湾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甚至有人说台湾的国庆日应该要是11月24日。台湾的棒球队在世界棒球锦标赛得到冠军了，这件事情对台湾人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来简单的聊聊台湾棒球啦啦队的重要性，还有几个说到台湾棒球你一定要知道的名字。这集有彩蛋哦。台湾人激动的原因主要有几种：一，这件事情让台湾人觉得世界看到台湾；二，棒球是日本人殖民台湾时带来的运动，我们居然赢了日本；三，在很多台湾人的心目中，棒球是国球，但是在国际上，大家好像不会把台湾跟棒球连在一起。为什么台湾人那么疯棒球呢？这就跟过去的殖民历史有很大的关系了。在1885年，日本开始接触到美国的棒球文化，那年也是日本统治台湾的第一年。在1928年，有一所学校叫嘉农 Kano 嘉义农林学校，开始组成高中棒球队。他们有一位日本教练，组成了一支有日本人、汉人、原住民的棒球队。当时很少人看好这支球队，但是他们打到甲子园的冠军战。甲子园是日本高中棒球联赛，对于一个被殖民者来说，棒球比赛可能是让当时的台湾人觉得可以公平竞争的时候。嘉农在后来得了亚军，这在台湾人心中种下了跟棒球的连结。有一部电影叫 Kano K-A-N-O 就在写这个故事。棒球在台湾人心中或许就是一个热血希望的存在吧。如果你看过台湾的500元钞票，你会发现上面印的就是少棒队。少棒队指的是非成人的棒球，也就是球员年纪在18岁以下。你在500元钞票看到的就是台东少棒队的孩子赢了棒球赛，很开心的样子。那我们现在来说说成人棒球吧。我必须说，我是一日球迷。所谓的一日球迷，就是我不是一个每天都着迷棒球的人，我深入了解棒球的时间很短，所以叫一日球迷。如果你突然很短暂的着迷一位歌手，你也可以叫自己一日歌迷。但是身为台湾人，在成人棒球上，就算是一日球迷，也会知道王建民这个球员。王建民是一位曾经在美国大联盟MLB 洋基队的球员，能够在美国打棒球的亚洲人不多，所以台湾人觉得很开心。现在王建民在中华职棒担任教练，中华职棒是台湾职业棒球联盟的名字。说到中华职棒，大家一定会想到台湾特殊的应援文化，也就是啦啦队。在我们说到啦啦队之前，我们要先来谈谈中华职棒的黑历史，才能发现啦啦队的力量多大。华语说黑历史，是代表这是很多人不愿意想起的历史。在2009年，中华职棒出现了打假球事件，有黑道用各种方式收买球员打假球，后来很多球员被判刑，政府也开了关于棒球的会议。
对于台湾人来说，棒球是国球，所以这个事情让很多球迷都很失望。当时棒球场的观众也变得很少。比如说，在2012年，乐天桃猿队在主场夺冠的那一年，每场平均只有3000个观众，非常少。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球队发现单纯的比赛已经不能吸引观众，而啦啦队就是转机。说到台湾的棒球，不可不知的就是台湾的啦啦队文化。最早的台湾啦啦队文化是用鼓、小号还有加油棒来为球员加油。这些人没有薪水，只是志工或是像是展场的 show girl。口号几乎都是一样的：举起你的左手，安打安打；举起你的右手，全垒打全垒打；举起你的双手，然后会讲球员的名字，全垒打。2010年开始，每个球员开始有不同的口号，到现在有自己的歌，还有舞步。现在台湾的啦啦队文化是从韩国来的，一开始台湾的啦啦队是打鼓。2012年，乐天桃猿队有一次到韩国比赛时，看到韩国啦啦队文化，开始学习。从韩国回到台湾后，开始放电子音乐应援，超级大声，所以当时球队在练棒球时，啦啦队也在一旁练习，让球员跟啦啦队员适应新的应援方式还有音量。现在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的应援曲，应援是日文，就是为人加油打气的意思。虽然台湾的啦啦队受到韩国啦啦队的启发，但是现在台湾的啦啦队文化变得非常丰富，台湾的啦啦队员变得跟韩国不太一样。台湾的球迷跟棒球队似乎不在意啦啦队员成为球场吸睛的一部分，吸睛就是吸引眼球、吸引注意力的意思。很多啦啦队员到后来也成为了网络名人。虽然我是一日球迷，但是我知道现在台湾几乎人人知晓的啦啦队员就是林湘跟韩国来的李多惠。味全龙队今年请了2位啦啦队员林湘跟韩国的啦啦队员李多惠加入后，票房就多了3成。韩国记者来到台湾，发现台湾的啦啦队员的周边商品甚至比球员还多。台湾的啦啦队文化已经渐渐成为了一个台湾的特色，啦啦队的存在就像是正能量一般。那我们就到这边，我想谢谢我在 Buy Me a Coffee 上的大台湾 VIP John 还有 Thomas 的支持，你们就是 Taiwan Mandarin with Local Podcast 每一集的能量。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内容，欢迎订阅、按赞，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给我5颗星的评价。如果你需要逐字稿，欢迎你在 Buy Me a Coffee 上加入会员。如果你想知道我在台湾的故事，记得订阅我的电子报，也欢迎你寄 email 分享你的想法。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拜拜。Our year-end gratitude episode dedicated to all the amazing supporters who've shown love to this podcast on Buy Me a Coffee. If you ever supported this Taiwan Mandarin with Local podcast on Buy Me a Coffee, you will have exclusive access to the full transcript and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episode. If you are not a member or supporter yet, you are welcome to become the one to show that you enjoy this podcast and would like to sustain this Taiwan Mandarin online education. 谢谢。